她一个护士，手怎么能那么快呢？老太太，等您这手绢绣好的时候，保不齐大少爷和米兰小姐就定下来了。定下来了？对啊，我听小刀说，米兰小姐已经松口了。大少爷还在守孝中，没有办法定亲，也没有办法成亲。可米兰小姐已经同意了，这事儿不就定下来了吗？米兰这姑娘，我越想越不踏实，不能让红旗稀里糊涂的把后半辈子搭进去。金宇啊，哎，一会儿你给米兰打个电话，告诉她，让她到家里来一趟，我今天这个手绢就可以绣好，我要送给她。好呀，我这就打。好。大少爷和二少爷在家吗？一大早就都出去了，老太太今天还没见过他们呢。如果是老太太单独叫我过来，事情还好办一点，我总能想到办法打消她的疑虑。前期行事吧。老太太，米兰小姐来了。哎，奶奶好。米兰来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我先去忙了。奶奶，您在看照片啊？是啊，这人老了呀，就愿意怀旧，没事儿拿照片出来看看，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些事情，很有意思。哎，你看这张，这是女中建校第1届毕业生照的毕业照，这一届的毕业生最有出息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还有站在我身边的这些人呵呵，你现在肯定都认识，到现在他们都是长沙市的名人，报纸上经常登他们的文章。哎，还有这一对孪生姐妹，长得像不像？像。他们2个人兴趣爱好几乎都是完全一样，最终选择的志向也一样的，都从事了教育事业。我考考你，你猜猜他们是谁？很出名的名人。季氏姐妹。对。这个姐姐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，妹妹是明德小学的校长。深深还有红旗读的都是明德小学。哎，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？果然怀疑到我了。长垣街小学。只可惜文熙大火，一把火把学校都烧成平地了。哎，我好像有你们学校的照片呢，我来找找是吗？这个，当年我们云氏家族捐了很多所小学，这张照片就是红旗的爷爷参加你们学校的开学典礼拍的。哎，你们学校我记得有一口井，你还记得在哪儿吗？井？我们看照片很有意思。哎，参加完开学典礼之后，他就在这个墙上让我给他拍张照。这口井里的水特别的甜。我想起来了。是我们学校那口井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老师总喜欢拿那口井给我们冰西瓜吃。只是我当时个子太小了，老是抢不过其他同学。你现在倒是长得刚刚好。你看我，光顾着跟你讲我过去的陈年往事，你们年轻人肯定不愿意听这些。我挺爱听的。米兰，今天你们医院不忙啊？医院不算忙，
我有件事儿，想请您帮忙。哦，那你请讲。是这样，我们医院护士长的表妹夫被军统的人抓了，现在还犯了病，挺严重的。我们护士长的表妹想去照看一下，可是军统的人不让。您看看，能不能让云鸿生说一下，让他帮忙通融通融啊？哎呀，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为难。军统有军统的纪律，再说了，深深和红旗他们兄弟两个的事，我从来不过问的。啊，不过你也不用太着急，私下里我侧面的问一下，但是不保证能成啊。太好了，只要奶奶您能问一下，我就很感激了。老太太，逍遥居来人了。云老夫人，我这不请自来，您不要介意啊。你请坐吧。哎，奶奶，您有客人来，我先回去上班了，改天我再来看您。好，奶奶再见。来，老夫人，这是我们白爷压箱底儿的一根老人参，最能补气安神了，就适合您这样的老寿星享用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我们白爷生前性子急，不肯服输，对您家大少爷有些得罪，这我不是来替他赔礼道歉的吗？这全长沙城的人都知道老夫人气度非凡，您高抬贵手，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如果我不抬手的话，那自然就是没有气度了。那您严重了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？我们两家不是冤家，只不过是道不同，不为谋罢了。我们也成不了朋友。再说了，红旗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，你要有什么事情想让他做，直接去找他好了。这云大少爷性情至孝，这不管什么事儿，只要您肯开个口。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口呢？我知道您性情高雅，看不上我们这营生，可如今这世道艰难，我们也不过是糊口罢了。贩卖人口，走私烟土，这些事是为了糊口吗？人生在世不过就是求个财，至于这钱怎么赚不重要，这都是小节。要是您不嫌弃的话，咱们可以一块儿赚钱。你是真好意思开这个口啊！逍遥居虽然关了门，但是我们上下打点一番，再重新开张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们有人有船，您云家有名望有地位，咱们两家联手，一定会财源滚滚。我呀，是真心想和您交个朋友，若您同意，我让3分利给您。我最多还能再让1成，这要是再让下去，这生意就没法做了。我们云家不是贪财图利的小人，这件事情我们不谈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这以后也不用来了。京宇，送客。云家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她既然存心刺探我，就不可能瞎打听。她说的话里面肯定有陷阱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那些答案都没有错，是反复核实过的。哎，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？师父，
麻烦送我去一下之前的茶园街小学。茶园街小学早就烧没了，你去那干嘛？啊，我有个朋友之前在那儿上小学的，他麻烦我看一下前面那口井还在不在。姑娘，你不会记错了吧？学校门口有井的是明德小学。啊，那不用去了，麻烦送我去我刚才上车的地方。好嘞。这怎么没谈妥啊？走。老太太，金宇啊，你赶紧去找二少爷，或者问问他的同事，让他赶紧回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魏校长，红旗在吗？麻烦你帮我找找他，我有急事，让他赶紧回家。好，谢谢。组长，刚刚在云家保护的那个小组传来消息，说尹老夫人想让我们尽快找到云组长。他出门了？是，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让他们原地待命，我去找。是。尽快的找到他，是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他会去哪儿呢？凌寒，这是一个凌寒从不允许别人踏足的地方。云鸿深坚信，他一定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不是密钥，不是凌寒陷害朱贺李良的证据，而是凌寒心里隐秘的、不愿意示人的秘密。这个家里没有一张照片，也没有影集，就好像凌寒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人停留的痕迹。可是据云鸿深所知，凌寒对他的母亲感情极深，那他为什么连一张亡母的照片都不留在身边呢？云大少爷，好。哎，红旗，正好找你。刚刚师母来电话，让你赶紧回去一趟，好像挺着急的。好，我先回去。学校要有事儿，您再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赶快回去吧。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呢？他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在你家保护你奶奶的那组兄弟打电话回站里，说你奶奶让他们尽快找到你。我猜你可能在私下调查凌寒，就过来碰碰运气。肯定出急事了，不然我奶奶不可能找站里的兄弟帮忙。你快回去吧。那这里怎么办？善后工作我来做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呦，米兰姑娘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真是吓了我一跳。我担心白家二奶奶。哦，他们已经走了。坐吧。金宇呢？他呀，替我出去办件事。你坐。哎呦。您累了，我帮您沏碗茶吧。好，谢谢。
喝茶吧。哦，谢谢你，米兰。你坐呀。您诈我？你是谁？你梦琪，梦琪，不要！我没有回头的机会，没有选择的权利，没有决定生死的自由。你帮我办一件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太太死了！同伙，你那个相好的找你，说他病了，叫你回去看看。我回去看看。好。老杨，到了。哎，别走开！奶奶，您别睡了，您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回来了，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不是找我回来吗？奶奶，你刚睁开眼睛看看我。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少爷，去找，去找啊！去找！好好好，去找，去找啊！少爷，
奶奶，您再看看我。唐队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二姨家的保镖被车撞死了。什么？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又出人命了？又出人命了？怎么，还有别的地方死人了？云家的云老夫人被人毒害了。什么？老杨，老杨，醒醒！云家出事儿了，云老夫人遇害了。就在云鸿琛提出战略特工派遣计划的当天，你去湖南路的公共电话亭往上海打过一个电话。我想知道，接电话的人是谁？站长，那是我在上海的一个线人，您可以到上海站的同事那儿确认一下。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天，你完全有时间，也有能力去找一个完美认证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这件事也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你盯着我，是想借我的手查出潜伏在冈村宁次身边的人。我固然没有办法证明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合不合理，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，不是吗？好了好了啊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同事之间哪有那么多的阴谋论？我觉得你们二位最近的神经都太过于紧张了。我欢迎你们大胆的猜测，但是我要的是猜测背后最为扎实的证据，明白吗？都给我坐下。林安啊，
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杀死李妙涵情人的凶手，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再多过于纠结，好吗？是，去吧。处长，之前云老夫人让我们去找云鸿深，文组长一个人去了，还摆脱了我们的跟踪。兄弟们实在找不到文组长，就先回来了。还有，云老夫人死了，就死在让我们去找云鸿深之后。您看会不会是日本人为了报复云鸿深，拿了他的撒气啊？是不是日本人不一定，但肯定不是报复。你刚才不是也说了？云老夫人遇害之前就让我们的人去找云鸿深，他应该是掌握了什么重要的线索，想要着急告诉他。很显然，杀人灭口嘛。不过云鸿深当时去哪儿了呢？这是奶奶要送给米兰的手帕。我奶奶呀，这个兰花绣的跟真的一样，果然是绣花花生香，绣人能传神。我奶奶这个手艺啊，可真是绝了。哎，奶奶，哎，您这个是要送给谁啊？啊，我绣好之后啊，想把它送给米兰姑娘。已经绣好了，为什么还会加个红色的十字？是，不，这应该是一个没有绣完的米字。刚才门口军统的人说，今天家里只来过米兰和金太太。金太太不敢动奶奶，难道是米兰？哎，深深，你觉得米兰这姑娘怎么样啊？米兰是凶手。一定是奶奶发现了米兰身上的疑点，却不小心被他识破了，所以才被杀人灭口。云鸿深陷入了巨大的懊悔自责当中，他居然放任一个这么危险的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奶奶的身边，是他害死了奶奶。什么？云老夫人遇害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她就是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家，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谁会想到要杀她呢？就凭她是云鸿深的奶奶，就有很多人想要她的命。肯定是日本人干的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他们要是想拿密码本，那也不会去杀她呀。云鸿深一定会报复的。他要是做出什么来，那谁也想不到啊！不到万不得已，日本人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应该是云老夫人知道了什么秘密。他最近几乎足不出户，他能知道什么秘密啊？他不出门，不代表别人不去找他呀。谁会去找他？找他做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么方寸大乱的，是因为云鸿深吗？现在还不是乱方寸的时候。如果你真的想帮他，去把凶手找出来。我明白了。
现在肯定很伤心。你没事吧？让开！你要去做什么？杀了他，给奶奶报仇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去替你杀了他。你还是留下来，多看你奶奶几眼吧。以后，你就再也看不见她了。这是你最后一次可以触摸到她身上的温度了。以后，你就只能在回忆里想起她的手有多温暖，她抱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体温。你见一眼就少一眼，最后再陪陪她吧。你这个仇，我替你去报。这是我的私事，不用你插手。这不仅仅是你的私事。站长说，你奶奶很可能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，才被人灭口的。我要找到凶手，就能挖出他的秘密，或者是背后的人。我敢打包票，这件事情肯定跟密钥有关系，保不齐跟站里那个真正的内鬼也有点关系。对，密钥，昆吾。米兰很可能是我目前最接近昆吾的途径，他还不能死。你回去吧，谢谢你。你认识从虎吗？是，他是我保镖，是东北人。日本人打过去的时候，他就一路往南逃，去过很多地方。今年才来长沙。我看他身手不错，人又老实，所以就收留了他。你和云老夫人发生冲突的事，有没有告诉过他？说过几句，但没多说。你有恩于他，他会不会为了报恩杀了他，替你出气？要是他真这么做，我们和云家就结了死仇了。他算报的哪门子恩呢？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。杨叔叔，还撑得住吗？我还可以，我就是担心我哥。小七，小七，你还好吗？你要振作一点。云伯母不能这样放着，后面的事情还要好好的安排一下。杨叔叔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为什么？我感觉像是在做梦。做梦。少爷，小七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你干什么？不疼，杨叔叔，我不疼，这一定是在做梦。杨叔叔，小七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知道，云伯母生前最疼爱的就是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
你让他怎么放心得下？我要是早点回来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我要是一直在家，不那么忙，看着奶奶是不是就不会死了呀？是我害死奶奶的，是我害死奶奶的，是我害死奶奶的。小琴，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。你知道，你爸爸不在了，你要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。可是你现在是承担责任的样子吗？啊！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杨叔叔。小琴，你行的，小琴，你行的，相信叔叔，你行的。杨叔叔，我做不到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走的时候，奶奶还好好的。不行，我要去看奶奶。你先不要去，他们现在没有心情招呼你。你是几点去的云家？又是几点离开的？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，应该是上班没多久，金宇就打电话过来了。你们医院请假，都不需要签个假条之类的东西吗？有，事后补签的。你在云家待了多久？几点离开的？具体时间我没待多久，就有客人来了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具体时间我真的不记得了，我当时没看表。啊，他9点半左右回来的，20床的病人9点半做手术，他回来的时候病人刚推进去。你来回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？黄包车。你离开云家的确切时间是上午8点27分。你难道没发现，每次你去云家的时候，外面都停着一辆车吗？我发现了。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同事去保护云老夫人，他们会记下每一个出入云家人的所有特征，包括精确的时间节点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呢？我真正想问的是，你8点27分离开的云家，扣除回来的时间，最多不超过20分钟。这中间有40分钟的时间差，你去了哪里，干什么去了？我下车了。为什么？你应该不想再进一次军统，所以我劝你最好实话实说。云红旗送给我一个胸针，走到路上的时候，我发现不见了，于是我就下车，一点一点的找，最后找到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个。你回来的时候，乘坐的黄包车是哪个车行的？你还有印象吗？我没印象了。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，包括老师，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如果是，给我从根儿上查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，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。总之，越详细越好。您怀疑凶手是他？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。这个女人，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。你看，就是这个。
你回来的时候，乘坐的黄包车是哪个车行的？你还有印象吗？我没印象了。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，包括老师，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如果是，给我从根儿上查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，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。总之，越详细越好。您怀疑凶手是他？这个女人一直让我很不安。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。这个女人，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您才监听了他的电话，还安排了人在他家附近监视。找到米兰回伤兵医院时坐的黄包车，把车夫带回站里。在我见到他之前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触到他。是。倪二红全家连夜搬走，家里的东西都没收拾，而且跟任何人都没有打招呼，确实很反常。您再看这个，我确实让李良定期的给处级干部进行跟踪和监控，这也是我们内部正常的监控程序，我没跟您说。但是您看这些照片，我没有让李良拍这些照片，也的确不是他拍的。汉字的规律讲究横平竖直，固定的字有固定的写法，但每个人写的字不一样，这就造成了笔迹鉴定这一说。照片也一样，不同的人拍的照片，他的感觉和风格都不一样。您看这张照片，这是李良拍的，但您再看这张，如果您仔细比对的话，您会发现，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拍的照片。确实啊。站内的专业特工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和普通人的不一样。看来你和云鸿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如果他之前找到那张照片没被毁掉，说不定我们会找出更多的线索。虽然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深查下去，他一定会露出马脚。云鸿深最后那张照片接触的人是谁啊？除了您就是我，还有几个处长。看来这个内鬼还是在咱们几个人当中。不错，这些人都有这个能力。屈文志叛逃，包括后面的几件事情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关系。你比较倾向谁？凌寒香吗？站长，我现在没有什么倾向不倾向，而且我觉得像不像不重要，关键是有确实的证据。凌寒最近的工作非常激进，我对他有看法，但并不一定这就代表他是内鬼。而且我相信造成我们这样的嫌隙，也是内鬼的一个策略吧。老朱啊，关键时刻还是你脑子灵光。凌寒虽说聪明，做事还是不够沉稳。老朱啊，这次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。哎，站长您言重了，咱们都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，如果处处都往心里去的话，那这活就别干了。不愧是副站长，有胸襟。哎，怎么了？站长，云鸿深在上海的那个线人，您要不要考虑利用起来？把局面搞乱，很可能是那个内鬼计划的一部分。因为整件事情看起来越扑朔迷离，您就越无法锁定内鬼的嫌疑人选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可以作为鉴定那个内鬼的参照标准。他一定会对云鸿深那个神秘的线人感兴趣。你倒是给我提了一个醒儿。你看看，那人就是不老实，我看再审审啊。走。不管这事儿是不是二姨让人干的，逍遥居这次都翻不了身。你想啊，死的人可是云老的遗孀，而且还死得这么惨。云老那些有头有脸的学生，能让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吗？我看啊，这逍遥居不死也得脱层皮，总得有个把子让长官们出出气吧。是啊，至少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逍遥居是不可能开张的。还有那些和白庆奎合伙做生意的人，保不齐也会跟着倒霉。这白门和逍遥居啊，我看
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了。唉，是啊。唐队长，我有点事儿，你先忙。哦。唐队长，姐夫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，我对天发誓。我真的挺想保你的，可这案子不归我负责，我插不上手啊。您要是真想帮忙，怎么都能帮得上。姐夫，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这我要是倒台了，对您也不利啊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谁跟你是一条船上的人啊？我是说，队长，局长找你，好像有急事，你过去一趟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还有事儿，这事儿到时候再说。姐夫，我看啊，这逍遥居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是啊，至少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逍遥居是不可能开张的。还有那些和白庆奎合伙做生意的人，保不齐也会跟着倒霉。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是不是一个人待着心慌啊？来，快进屋。来，快坐呀，站着干啥？老太太该吃药了吧？没事儿，还得晾半个钟头呢。来，喝水。哎呦，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？云老夫人被人毒死了，军统怀疑是我干的，他们要把逍遥居查封了，我们爷这辈子的心血就白费了。姐，我可以跟你发毒誓，真不是我干的。谁那么缺德啊？云老太太多好的人呀！下毒的那个龟孙子肯定会有报应的。金贵，你别着急，等老唐回来，我让他帮你想想办法。你放心，事又不是你做的，谁来查都不怕。姐，这个事儿，唐队长得和我一起担着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遇上了难处，老唐帮忙那是冲着咱们姐妹俩这些年的情分，可让他一块儿担着，这话也太过分了吧？老张那个药店背后的老板是我。什么？你们合伙演戏骗我呢？那上次那事儿，是不是你做好了套，故意坑我的？是。金贵，你是不是人？你连我都坑！我跟你实话说，你签的那个文书，我提前做了手脚。你入股的不是老张的药店，而是逍遥居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为了捏住唐队长的把柄，关键的时候保命用。你看，现在不是用上了吗？你这个疯子！老唐又没得罪你，你不要了他的命吗？梦莹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没事儿。嫂子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小黄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逍遥居是不是要倒霉了？翻不了身了。嫂子，我知道您和金太太的关系，但是我劝你，这事千万别沾，谁沾谁倒霉。咱们长沙是不是跑了一个大官，到上海去当汉奸了？这事您可千万别提了，军统正查着呢。这事跟逍遥居有关系，从前那些跟逍遥居有来往的人啊，现在全都躲着，生怕被拉下水。金贵如果要去自首的话，他能保住逍遥居吗？那就得看他说点什么料了。你说这要是有猛料，这别说是保住逍遥居了，这保不齐啊，以后还能做大生意，挣大钱呢。
什么才算是猛料啊？比如说，是谁把那个长官放走的？哎，嫂子，嫂子，你没事吧，嫂子？你要不进屋喝点水？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那个，我来找你的事儿，你千万别跟老唐讲啊，千万别跟他讲。行。好。宫城绫子，云红旗的情绪不在你的关注范围内，你现在要做的是扮演好米兰这个角色。她可以伤心难过，但是你不能。大少爷、二少爷，米兰小姐来了。云鸿生的眼神里面有一点敌意，他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？记住，你是米兰，今天这场戏一定要演下去。洪深，刚才怎么回事？是米兰干的。米兰干的？奶奶应该是在无意中发现了米兰的破绽，才被他灭了口。真没想到，这个米兰居然是日本间谍。要是说你不知道，我回到家看到奶奶的那个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对我自己产生了很大的质疑。我怀疑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对抗昆吾。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完成我爸未尽的使命。我觉得我做的一团糟。今天这个局面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洪深，你不用怀疑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。你从前所缺少的冷静和忍耐，现在都已经具备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你现在已经有了大局观。在抗战的大局面前，你能够放得下私人恩怨，所以我坚信
你一定能够非常好的去完成木之未尽的使命。如果木之他现在还在的话，看到你现在的成长，会非常欣慰的。如果我早一点发现米兰有问题，奶奶就不会出事。都怪我。红神，你心里的痛苦和自责，我感同身受，因为同样的痛苦，我也有。云伯母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长辈，在我成长过程当中，他给过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。木之临终前也托付要我照顾好云伯母，我没有能够做到，我对不起木之，更对不起云伯母。杨叔叔，您不用再自责了，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。这句话我们应该拿来共勉。我们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。照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，米兰是鬼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所以你暂时没动的是对的，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你找到昆吾的最佳途径。不过有一点我很不安，八哥偷了日本人的情报，而他的女儿却是日本间谍，这太奇怪了。杨叔叔，其实有一点我一直在想，我在想爸为什么付出生命也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。这个消息到底是什么？他究竟在怀疑什么？红神呐，你真的很聪明，我替木之感到高兴。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着手去调查了，你应该把重心转移到另一方面，米兰才是你以后工作的重点方向。明白。杨叔叔，我希望正式的加入党组织。你猜到了？其实我一直有这个猜测。我爸一直是我最崇拜的人，我相信他选择并且坚定追随的信仰一定是最正确的。杨叔叔，我有资格成为党组织的一员吗？当然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战士了。由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。我们正式向党组织提出我们的申请。不过红神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党有非常严格的纪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用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切听从党的指挥，绝对不能无组织、无纪律，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不过现在还有个麻烦。什么麻烦？米兰的事情不能瞒着你哥哥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照顾好自己，千万别让自己垮了。我想奶奶一定希望你好好的。
小刀，送送米兰。米兰小姐，景宇啊，哎，你去做饭吧。好。小七，你起来，我有件重要事情想要跟你说。哥，起来。杨叔叔，怎么了？小七，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。杨叔叔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。杨叔叔，你搞错了吧？米兰她很单纯，不可能是米兰。她胆子很小的，她做不了这种事的。是白家的人，景宇都跟我说了，二姨她想拉我入伙，奶奶拒绝了，所以她悔恨在心，她又记恨他们逍遥居被查封的事，所以她才走了险招，所以她除非金太太想鱼死网破，否则她不敢对奶奶下手。秋山，二姨她惊慌失措，她走了险招，她是有可能这样做的。金太太的保镖已经遭人灭口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知道你无法接受，可我杨叔叔怎么会骗你呢？弄错了，弄错了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最不想看到受伤的就是你，我绝对是不可能骗你的。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。有证据吗？这个是奶奶遇害前亲手绣的。重点是米兰曾经的社会关系，与他接触过的可疑的人，以及他何时被策反的，你提供的资料尽量详细。记住，如果能有相关的细节作为佐证的话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是我来，奶奶。
给我接戴老板。局座，我是林寒，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。云木之父子是共产党。处长，这个电台是最近才开始启用的，发报时间短，发报员技术也不错。我现在还没有掌握它完整的发报规律。给我好好盯着，严密监测。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陌生电台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是。哎呀，梦莹，你洗多少衣服，晾这么一院子？早洗了晚不洗，反正活总得干。哎，我说梦莹，你今儿这么勤快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？我捡到钱了。真的？捡了多少？那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要是跟你说的话，你肯定让我还回去的。哎，梦莹，现在世道不好，这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！我逗你玩呢，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还捡钱，我自己的钱不丢就不错了。哎，老唐，你饿吗？我给你做点饭去。哎，我不饿，我在外面吃了。你坐。那个，我特别累，我先睡了啊。哎，你先坐下，先坐下。老唐，咱俩说说话呗。哎呀，咱有话明天再说吧。我今天真的特别累啊，你也别干了，快睡吧啊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今天二姨去局里找我，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说什么我跟她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梦莹，不会是你背着我跟二姨私底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我是你老婆，别动不动就拿对付犯人那一套来对我。那什么，是这样的，二姨这次摊上的事可真不小，你可千万别掺和。这事儿啊，我是真帮不了她。我要是非帮她，我肯定也会被拉下水。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她把你拉下水的。早点睡吧，啊，我先睡了啊。大少爷，您醒啊！是我是小刀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我是小刀。您睡了有好一会儿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米兰的身份没那么简单，他很有可能是杀死你奶奶的凶手。我也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诬陷米兰。哎，大少爷，您干什么去？杀了他！大少爷，您不能去啊！
少爷！哥，让开！我要杀了他，给奶奶报仇！让开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！哥，你以为我现在不想杀了他吗？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什么是时候？啊！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？爸死了，你都让我等。现在奶奶都死了，你还让我等啊！你等得了，我等不了。我要杀了他，给奶奶报仇。让开！让开！哥！哥，别碰我！哥，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你现在这样，奶奶和爸爸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啊！哥，哥，起来！男子汉，起来！爸妈和奶奶要是怨我，我就求他们，我求到他们原谅我为止。我一定要为奶奶报仇，一定。哥，我进军统，去找隐藏在背后的昆吾，是奶奶拍板决定的。奶奶，是奶奶决定的。当时她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，她知道那里很危险，她居然还是同意我去了，因为她知道什么更重要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就是想给奶奶报仇。我真的就只想给奶奶报仇。可奶奶真正的愿望是什么？你是奶奶从小带大的，她想要什么你不知道吗？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？我恨不得把她千刀万剐。可是我们不管不顾地报了仇之后呢？奶奶就会原谅我们吗？我知道你过不了自己那一关，你觉得是你自己害死了奶奶，就因为我们都有错，才更应该想办法去补救。你杀了米兰，空会彻底的静默，到时候日本人肯定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，而那时我们要保住长沙的机会就会变得很渺茫。长沙保不住，我们内部还埋了一颗定时炸弹，这样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我真的想奶奶，我想奶奶。我想奶奶。二少爷，大少爷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
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绝对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我要的不只是死2个人，我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云家老太太是死在白门手上。我现在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。解释。工藤小姐，时间太过紧张，军统和警察局反应又快，我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安排好所有的细节。我建议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云家那个老太太可是长沙的名人，关注这个案子的人太多了。军统介入之后，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做手脚的空间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是有漏洞可钻，云鸿深、云鸿奇呢？他们兄弟俩不会善罢甘休吧？我甚至可以预估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结果：你、我、白门都会被查个底朝天。到那时候，我们的关系会被查出，你和我都会暴露。所以，什么都不做，才不会留下把柄。只有这样，才是最安全的。二姨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就让他好好活着吧。他也许知道我一些事情，但他应该更清楚，出卖我的结果是什么。所以，他什么都不会说。其实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，军统并没有怀疑到你。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，过段时间风声没有那么紧了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，说不定可以把整个事情全都圆过去。那黄包车呢？已经处理掉了。是一个普通的护士，怎么可能会有手枪？这把枪和这个隐秘的暗格，起码能证明一点，米兰的身份不简单。